This is like the first time 他跟我讲爸爸 I love you， 其实讲的是 very worth it 啦，是一听到这种 all the hardship is worth it。Hello， 我是 Chris， 我今年31岁，我的孩子3岁，我28岁当爸爸。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我今年29岁，我28岁当妈妈，我现在的小孩是15个月大。我的名字是辛杰，我今年26岁，我是22岁当妈妈，我有2个儿子，然后一个3岁和一个4岁。To be honest， 我也是不知道我是几时准备好要孩子的，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所以我觉得 is the 适当的时间就有孩子了。我觉得我们 would never be 100% ready， 但是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要有孩子，所以我们就试试看，有了孩子，然后我们才慢慢 ready 咯。在我刚刚开始做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要做一个年轻的妈妈，因为我想要就是在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就是当他们的朋友，所以我想要就是快点先组织一个家庭，然后就把我的头几年就给孩子。我们一听到来我们会有孩子，我们当然 I think 第一个是很兴奋 ，after that 就是想来就是他要住哪里啊 ，then 我们有没有够钱养一个孩子。我第一个反应是有很多的 worries， 就好像金钱的问题啦、career 的问题啦、家的问题啦、谁照顾的问题啦，最后一个才是哦。其实我当爸爸了，蛮开心的。一开始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才21岁，我自己不知道可不可以很像 Am I even financially ready for 这个东西？可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也是真的是很开心。结婚过后，因为我妈妈通常都是飞出国，所以我们就住在我妈妈家。我们现在还在那里住啦，所以我们现在是 try sale of balance， 就在等那个 results of 那个 sale of balance 啦。因为通常 sale of balance 就那个 waiting time 比较短一点。其实今年呢，在 budget 的时候，政府就宣布了，他们 BTO supply 他们会 ramp up， 然后他们也是会更 prioritize 像你们这种的 first timer family。觉得很好啦，因为因为有时我们没有 plan ahead 到可能5年到7年 kind of things。With 这个新的 implementation，with 那个 shorten 的那个waiting time， 当然它it give us like more than enough time to plan 一个 family 这样。The story 是我们结婚 ，I think 2020结婚了，I think 2029结婚。才能老婆会看。其实我们 BTO 拿到的时候应该是2020还是2021，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有 COVID 就有 delay 啦，我就一直在 apply PPHS， 我们有了这个 PPHS flat， 那个 PPHS flat 很好啦，3房4大，又干净清洁，环境又很好。我是跟家公家婆一起住。然后，因为我们要等我们的BTO 啦，所以我跟家公家婆住的时候是我们就是住在一个房间，然后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就是我们4个人就是一起挤在那个房间里面。如果一个生病的话，就是你会看到接下来全部人都会开始生病。那你没有想过去外面租房子吗？我们其实有看了好几个。可是到头来还是没有，因为那个地点是有一点不方便，就是会有一点太远 from 孩子的学校。其实我听说今年会有一个新的 policy，where政府会有给我们一个300块的这个 voucher， 很像在外面可以租房子，而且我听说是 open market 的。所以如果 back then 我真的如果有这种 policy for 我的话，我真的会考虑就是靠近他们的学校还是什么，租一间房间，位置比较大，然后又方便 for 我们。其实是不错的啦，一定是会帮助很多年轻人。讲真的是当爸爸最难，是 the mentality change 啊，我们要当爸爸了，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 actions， 我们要自己怎样 carry ourselves to 帮我的孩子成长咯。最难的是来分配时间，就是跟工作和就是工作还有照顾孩子啦。就拜一到拜五，通常他回到家，我回到家的时候就他就睡觉了，所以就是 I think 一个 challenge 就是来好像跟他不够时间跟他一起啦。对 ，when it comes to
很像我一样的年轻的妈妈。第一个最明显的一定是别人的眼光，一定会有很多那种亲戚啊、朋友都会觉得你真的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到现在他们看到我可以 manage 了，有2个孩子，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厉害。可是我刚刚怀孕这些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我就是来没有 planning 啊，还是什么。一定会啦，因为只有我们2个照顾孩子，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像 team player 这样，就是一个人不可以 fall short， 很像我不知道，你们懂这个 term 吗？把他做很多隐形家务，就是 sometimes 我让孩子睡觉的时候，他已经把衣服洗好，然后那些奶瓶这些也洗好了，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不需要顾虑的，然后就是真的在有孩子的时候才会珍惜到，很像我们结婚，很像在一起的那几年，真的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until我看他做一个爸爸后，我才知道哦 ，actually 他真的，我觉得 sometimes 我也为我的孩子开心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了一个好的爸爸。当然会更爱，因为我看到他不同的一个一面啦，他就 mature into motherhood， 他就是有了孩子。为了孩子牺牲蛮多的，晚上不睡觉，因为要喂孩子，就真的是变了一个妈妈了。因为我跟我丈夫已经认识了，可能已经到7、8年了吧，所以我就觉得 actually like having 一个孩子 actually brought 我们 closer because 好像我们 next milestone of 我们的 life， then we are like learning new things together， it's not so like mundane 这样。我不懂 about 其他的 husband， 可是我的 husband 真的是来木头的啦。其实 at night 的时候 right， 都是我在 take care， 就是他们每2个小时起来要喝奶 right， 这个一定是我啦。然后我的 husband 就是睡到连那个着火 everything right， 他都不会起来的。然后 the next morning 他跟我讲来，昨天 baby 没有哭 right， 哇，我在那边有可能我的头发已经乱到不懂像什么，然后我的黑眼圈已经黑到不懂像什么。每2个人送我起来，他跟我讲哦。昨天 baby 没有哭哦，再就是那种 moment 我真的会想要揍他这样。就是跟妈妈和爸爸照顾孩子 ，right， 都是 like different level of 体贴 and like attention to details 这样啦。前一个礼拜他们就一起玩然后他跌倒，然后我就讲为什么你没有来接住他还是看住他啦？就是那个 attention to details 会不一样啦。我觉得不是讨厌啦，是好像比较会埋怨，还是比较会念他，就讲怎么没有洗好，怎么洗好了全部都湿到完了，这种东西咯。从前18个月是我们照顾的啦，18个月大了之后开始去childcare 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可以专注做工，那我们就 extend working hours 比较多嘛。那通常有时候我们 work from home， 我们就也可以照顾了。他们2个都是5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送他们去 infant care 了，因为我们2个都是 working parent， 没有 helper， 也没有家公家婆的帮忙。第1年是我妈妈就是帮忙照顾的，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还在这里。但现在她现在infant care。我们其实有讲，我们不想要有 helper， 因为我们要 cut cost， 因为现在的 cost 越来越贵嘛。但是我们就是不能 cut 这个 helper， 因为我们接不了孩子咯。因为其实讲真的哦，我们赶到不是讲9点10点呢，我们是7点半。就多一个半个小时，多一个1个小时这样而已。在我怀孕的时候有看了几间，然后最初决定的是靠近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也看看有什么 subsidies 啦，来哪一间学校会比较好，然后比较 affordable。我也是听说，其实明年开始会有一个 lowering of fee cap，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好啦，就是因为我有2个儿子嘛，所以你乘到来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年的时候介绍一个新的 policy， 就是这个 infant childminding services，然后他们也是比较大的 flexibility。我真的个人觉得，如果3年前有这个东西的话，我真的是会非常感激。我觉得啦 ，in my opinion， 可以有多一点 attention spend for 我的孩子，然后有可能他们的 development 这些有可能也会比较好啦。通常如果我可以接我的孩子的话，我会骑脚车去接他，就骑着，我们就去兜风一点啦，就看点 scenery， 因为我住 Punggol， 它的 scenery 蛮不错的嘛。我就跟他讲，Tora，I love you， 然后他就跟我讲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他一直讲爸爸 I love you，I love you。爸爸 I love you。This is like the first time 他跟我讲爸爸 I love you， 其实讲的是 very worth it 啦，是一听到这种 all the hardship is worth it。我还记得 in particular 有一个 case 很像，其实我跟我的老公很像在吵架的时候，然后我的大儿子也会 randomly 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他会讲来next time can you don't quarrel like can you speak softly to each other and all， like 一个4岁的一个小孩子都会讲这种东西，真的是来。Sometimes like all these small moments where 我觉得真的是 everything is very worth it 哦。它是 consider 比较慢一点，它的 development。I think starting 的时候他们需要做 tummy time。I think about 到6个月、7个月，他还不能抬起他的头，他的 neck 还是不是很 strong。我们很开心的时候 is when 他lift up 他的 neck，and then 他真的look at you 这样，and then after 他慢慢他就会自己爬 ，and then 做，我都会念不完这些 milestones 啦呀。I think 就是不要想太多，可能有些他们是会可能怕it will change 他们的 lifestyle，change OK 可能不可以去 party 还是什么这种 right， 所以我觉得是it's a different milestone in life 这样啦。Kids 真的会 bring a different kind of joy into 你们的 relationship，into your life。我们都是在 figure things out 的啦。So once 你觉得你的 situation 是蛮 conducive 的 ，just do it 啦。因为讲真的 ，nobody is 100% ready for your kid。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新的这种 initiative， 就好像有 open market voucher 啦。So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孩子的话，just 有孩子，因为都有这些帮忙了嘛。我要跟你们讲 ，OK， 你不要怕，你 just 去，你不要想这么多，因为其实新加坡有很多的那种福利啦 subsidy， 然后会有这些给你 baby bonus， 有 maternity leave、paternity leave。just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话，现在就是 is your time now。谢谢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帮我们 like、share and subscribe。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